要找蜂王，上来就先看蜂王有没有。没有蜂王都散了哈。没有蜂王那边雄蜂多得很，慢慢这个箱蜂就没有了，它没后接班人了嘛。这是哪吗？这是封口了，这个快出来了，这个这7、8天了，这个封口这是。这个就是蜂王哦，看到了。像楼房一样的，给它架了一层楼。像我们这定点的少，是吧？基本上外面养蜂都是流动。它流动的它有什么好？它赶花期啊，它打得多呀。一年四季都能打。就是这边花期结束，去另外一个花期。啊，对，它赶花期嘛。产量高。你看像我们下面有几家，这边打完以后，到伯乐那边去了，就直接搬到伯乐那边去了。伯乐。纸飞机就说的白刺，就白刺哈。我们就叫白刺。它这个颜色你看浅。它这个浅你看淡黄色的。结晶以后是白色的。它结晶以后就是纯白的。那像我们这个就那1个月产出来，就也不管什么是百花的嘛哈。百花。出来这个结晶率怎么样？到时间以后它都结晶，全部结晶。就要到冷的时候它就到自然结晶。这时候就开始了。全部结晶。全部结晶。因为那个冬天那个袋子啊，你用拳头打不动。到冬天结的就拳头打不动了啊。熟的它是。它就你用铲子硬铲才可以挖动。它是柔。它是柔性的这个。是，它有些蜜它的结晶的程度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花不一样。花不一样，它含的那个葡萄糖含量。含量不一样，我刚刚不说了吗？它多了它结晶快，少了它结晶慢。哎，这是原来采的蜜。这就是这是蜜。这原来。它自己采了以后，它封盖了。你不给它刮开，它不吃。它冬天没吃的时候，它才吃。现在它就不吃了。现在，葵花蜜结晶体颗粒大的跟个沙子糖一样，颗粒大。三花蜜就细腻的很。纯三花蜜细腻的很。喂冬糖嘞，这你不知道，人家一看浇沙子糖嘞，你就说假蜜造假蜜的，其实这我们这是喂冬糖似的。这就冬天吃的。我91年的时候，91年我就到新疆来了，21岁。都踏进这一片黑土了，已经。那时候我老爹也在养蜂嘛。我在报果园的时候，我老爹蜂场在果园里边，我就也跟没事干了就去看蜂场啊。我弟弟那时候也在干，干了以后我老爹不干了以后，我弟弟接着干，最后他就说那时候种地也不咋样子，我们就。他说养蜂算了，那养蜂就养蜂，我们就开始，那时候就从02年开始的那时候2块钱1公斤蜂蜜，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老爹88年打了4吨蜜，才卖了8000块钱，那时候我有看那一沓子钱，我这么多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，那时候。再一个，这个地方也没有其他什么产业，主要在像这个库尔德宁这个大草原。是上面的这些草呀、中药材都在这个黑色的有机土地上面生长的。你看那些牛羊的粪便，就是它们的肥料，还有野生动物的粪便，那些都是它们的肥料。每年春天时候开始化雪的时候，天山上面的雪水，再把它们一浇灌，那个花草长得特别茂盛，黑黝黝的。91年来的时候就走到库尔德宁镇，那时候已经就没有车了，我们坐的是什么？人家拉木头的那种车子，蹦蹦车，路都是那种石头路，咯哒咯哒的那种石头路，从这个上面过来。等到92年我再回去了1年以后，93年我又从口里来了。那时候是做啥？人家民族人赶的那种小马车，从漠河库尔德宁镇，小马车坐上，当当当当当跑到8连的。那时候真的交通太不好了。我走到这以后，我就心里凉了半截子了啊！我说这个地方咋这样子的？比我们老家可能落后了将近20年。这里人呢，人是特别是厚道的这些人，待人呀，不管各方面，你不管是哪里人来了，都是实心实意的对待他们，招待他们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大哥这个人就是实在的很。不管是从各方面吧，人品上面，就是说是文化水平没那么高，是个初中生，但是不管做事呀各方面都挺好的。他对我也好，主要是对我好，
所以我才能留下来。他如果他要是有一点不好，那我从口里来的，我不会说是扎根到这个地方的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家时候，我们家条件特别好，那90几年、80几年我们家条件特别好的，吃呀穿呀都不愁的。到这儿来以后，这个地方的条件不好，但是人好，我就是想的，能找个好人就行了。那时候人的心里也没有想那么多物质呀、经济方面那些，很少想那些，都是想找个好的男人能把你照顾好一辈子，是这样子想的。就是在这儿就扎根了，落户到这里了。像我们连队就种地养蜂，就这两种职业。种地还是油葵麦子，其他啥地又少，地又少。那时候一个人才十几亩地，13亩地，13亩地。那时候我种地的时候，13亩地，他一个我们丫头有的时候还没我们儿子，我们三口人，有时候是收不上，就是交了保险费，那庄稼1亩地才给你赔35块钱，东西收不上还去给你赔35块钱，那有啥用处？那个每年赔账，最后他搞，最后想了想，最后咱们也养蜂去上了。春天的时候，3月几号这边就走路，我们就走路上来。冰天雪地，那个雪，你到山上还有1米多深的时候，就是走路上山。上山以后走到半路了，天黑了时候，少数民族家里可以住一晚上，在那吃个饭住一晚。第2天早晨接着往山上走。有时候到这以后，路那个雪深的，你下去以后，你的腿那个脚挨不到地，那咋办？他就想办法呀，把衣服脱下来以后，把手伸到那个袖子里面爬，把衣服垫到下面，就那样子一步一步从那个上面爬到这个蜂场的。上来以后，首先就是什么，被子要拿出来一下晒，因为一冬天的被子都是冰凉的，把被子晒出去，架火，然后就是开始弄饭呀、吃饭呀这方面的。后面就紧接着撒土，撒了土以后，光这个雪要化上个1个星期。这每年的春天往山上走的时候，那时候特别是苦恼，想办法。后来这几年呢，春天时候可以借哈萨克族的那个他们的马，骑上他们的马，给人家也等于是租他们的马，100块钱从山下骑到蜂场，带上一个哈萨来。等到上来以后，人家把马再牵回去，给人家100块钱就行了。太深的时候，马也走不了，马直接也是前蹄不挨后蹄都不挨地，卡到上面，那咋办？就爬呀，往上爬嘛，将近1公里的路都要爬过来。上面的野生动物又多，搞不好你还要碰到狼呀、野猪呀、狐狸之类的那些东西，也都挺害怕的。为了生计吧，那也没办法，只能选择。种地又不挣钱。原来是我们在下面那个蜂场呢，就后来就是春天泥石流特别多，下大雨，在山上的那个冰雪融化的时候，那个泥石流就流下来以后把蜂箱给冲垮了，冲掉了，房子都进泥巴了，那是人不敢在那住了，挺危险的。公家不让在那住，直接就让我们搬到上面来了。就是搬到上面要保险一点，但是这个上面的路途又遥远，离连队还有30公里路，全是泥巴路，你下雨天摩托车都上不来，你只有走路。像春天的时候就走路吧，只有那样子的条件，就这样子，非常恶劣。这个地方5月份还在下大雪。好猛啊！野猪多得很，这个地方。那3月5、6号就惊蛰过了，就是万物复苏了嘛，小虫子都动了，我们就要上山了的时候，4月十几号、20号就开始育王，育王后16天出王，到出房之前就把蜂箱全部整理好摆出来。5月1号出房，30号就把王子全部割掉，就塞到箱子里面了。到5月底6月中旬的时候，像这新蜂这些老箱子都架起来了，机箱都架起来了，就高箱都架起来了。这个小新蜂群那时候也起来了。7月5号，有的是7月10号，它流蜜，看天气的事情了，气温的事情了。到时候就开始打蜜，一直到打到7月底，打完蜜以后，外界没有蜜了，就让蜂子就抽完蜂了。8月份反1个月，就人那时候就没活干了。就在房子里面拾到房子，落箱子上，准备就腾房子，就该准备入食了。冬天就要入食了。
到9月20多号，就像你们现在来，我们还喂糖，喂冬糖，冬糖1个礼拜把它喂好了以后就没事了，就等着下雪。雪一下，人上来把疯子往房子里一入，门一锁，将有门要有缝高，泥巴一糊，人就回家了，就等到明年一年就算完了，一年的活就这样干完了，就是大概这种这样子的。就都撂到门口，疯子再踩回去。他们一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到大城市里面去享受一下，没有享受过城市的生活。你说是啊，这边医疗条件不好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你说像我就是到住团里也不行，就是到城市里面上，离子女近一点，到老了啥的有个啥，照应嘛，是这样子。云深处方无人家，炊烟袅袅人还乡。松林外月亮花，雪山云雾弄青山。